大舰巨炮时代的终结者，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8集激战卢姆会战下。机体型号 MS-06C 扎古2是吉翁尼克公司继扎古1型后，在1年战争期间新开发的量产型机动战士。当时吉翁公国的主力机型扎古1型，在与联邦军的战斗中，虽然表现出了强大的性能，但在高烈度持续作战的情况下，使得这1型机体还是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同时还有不断产生的战争需求，也需要扎古1型不断改进提升性能来满足。但是当初为了适应生产条件，加速量产，结果扎古1型的机体设计过于紧凑，使得流体脉冲系统和内部动力管就占满了内部空间，已经没有多少冗余在扎古1型上进行各种改进。于是开发商吉翁尼克公司做出决定，基于已收到的改进需求和战斗反馈，再开发一款新型机，作为吉翁新的主力机型来代替扎古1型。而这个新型机就是扎古2。相比扎古1型，扎古2的体型要更加宽大一些，内部的结构设计进行了不少优化，这就为将来留足了进行改进的空间。然后就是扎古2用回了布谷的设计，可以从外观上看到，机体多个部分有从外部连接了几根动力管接到了融合炉上，从而使得扎古2的动力输出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在全力输出的状态下，扎古2的机动速度要远超于现役的各型装备，这就使得相应产生的负荷超出了驾驶员的承受极限。为此，在扎古2上增加了限制器，使其最大出力不会超过80%，防止对驾驶员造成伤害。然后剩余的改进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，武器装备也是与扎古1型共用，比如 A2 型火箭筒、机枪、热能斧这3样也都是扎古2的常用装备。然后按3架机体一组进行组队，2架机体携带机枪和1架机体携带火箭筒的配置进行作战，但也不完全绝对。在与联邦军进行的卢姆会战当中，吉翁军的机动战士就全部携带火箭筒出击，针对联邦军的战舰发动了多个波次的攻击，由此来提升打击效率，夺取战争主动权。除了火箭筒之外，吉翁还准备了另一把武器用于打击联邦军的大型战舰，而这把武器就是 AS-278 型反舰步枪。该枪具有很强的贯穿能力，不但可以很轻易地击穿战舰的装甲，配备的弹药还会在战舰内部进行引爆，这样就会有很大的几率引爆战舰内部弹药和动力炉，从而直接摧毁掉整艘战舰。毁伤效果可以说要远优于其他武器，并且这把武器有配备瞄准设备，用于瞄准剑桥这些关键部位进行致命打击。剩下的装备就是防御用的尖盾，在大规模的战役当中，尖盾上可以多携带2组火箭筒弹匣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往返补充弹药的次数，从而提升了自身的作战效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扎古2完成开发后还进行了多次调整修改，因此诞生了很多衍生型号。后来对这些型号做了整理，将初始型号的 A 型和在 A 型上进行细微改进的型号都划归为 C 型，而在 C 型之外还有其他改进比较大的型号，其中一款是型号为 MS-0621A 的高速机动型扎古2。该型机动战士是在吉翁新占领的月面都市格拉纳达上开发完成，定位上属于是精英驾驶员使用的机型，所以机体的涂装颜色使用了紫黑色，与吉翁制式装备普遍使用的绿色涂装产生了区别。而且从名字里还能看出，这一款扎古2最大改进的地方就是动力装置，从背后就很明显的看到融合炉的外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其中变化的地方是新增了一个推进剂容器，用来提升机体的可持续作战能力，同时在腿部和背部位置多了几组喷口，使得机体的机动性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，可以很轻松地冒着战舰的密集炮火进行突袭作战。跟普遍装备的 C 型机体相比，高速机动型扎古2的机动性能水平已经有了质的变化。由于高速机动型扎古2一开始是交给黑色3连星的精英使用，此时他们3人的驾驶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从扎古1型沿用下来的制式装备在他们眼里已经完全不够看，所以高速机动型扎古2使用的部分武器也进行了加强，其中近战装备就更换了体积更大的巨型热能斧。这把武器破坏力巨大，可以用于攻击战舰这样的大型目标，只需一下就能将战舰直接劈开，造成破坏，其场面看起来是相当的惊人。战舰在这把武器面前显得十分脆皮，而剩下的武器基本都是前面提到的火箭筒和反舰步枪。在卢姆会战当中，为了尽可能一次出击摧毁更多联邦军的战舰，使用火箭筒的机体在2个肩膀上都装上了尖盾，这样一次出击就可以携带15发火箭弹，配合另外使用反舰步枪和巨型热能斧的机体，就能把作战效能发挥到最大。
足够对多达10几艘的战舰造成毁灭性打击。可以说，这一型扎古2让黑色3连星的战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后就是除了高速机动型扎古2之外，还有一款同时出厂的改进比较大的机型，这个机型便是型号为 MS-06S 的夏亚专用型扎古2。同样，这一型机体也是在月面都市格拉纳达完成的开发。作为夏亚使用的机动战士，机体的涂装颜色一如既往的使用了红色，而机体其他有明显变化的地方，那就是头部多了一个角状天线。这个天线可以说是指挥官机型的重要特征。此时，夏亚已经在这场与联邦军的战争当中，凭借显赫的战功，让自己的军衔上升到了中尉。对应到相关职务，他将负责指挥一部分机动战士部队进行战斗，所以他使用的机型也就具备了指挥官机型的特征。而第二个变化的地方是在肩膀位置增加了2门机炮，用来加强自身的近防能力，射速较高，一瞬间就能形成弹幕抵御来袭的各种导弹，也可以用来攻击轻型装甲和战斗机这些目标，从而降低自身携带的主武器弹药消耗。也是在卢姆会战当中，凭借这2门机炮，夏亚击毁了不少联邦军的战斗机。剩下改动的地方是推进器，不过没有像黑色3连星使用的高速机动型扎古2那样改动，仅只是把机体内部的限制器去掉，恢复原有的出力，提高机动速度。而这全力状态下的速度已经远超过了其他的武器装备，产生的负荷已经超出了一般驾驶员可承受的范围，带来的影响稍不注意就会使驾驶员昏厥过去，甚至还有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夏亚的身体素质十分强大，在不穿驾驶服提供保护的情况下，就敢驾驶全速状态的扎古2参加战斗，也正是如此十分英勇的表现，在卢姆会战当中给予了联邦军重大打击，于是从此获得了赤色彗星这一个响亮的称号。也正是扎古2这样的一个性能表现，让吉翁军在卢姆会战当中面对4倍自己军力的联邦军有了充足的底气。而这来势汹汹4倍于吉翁军的联邦军，是为吉翁发动不列颠作战计划进行报复而来，所以在月神2号位置集结了大规模舰队，前往卢姆咒域与吉翁进行决战。而卢姆咒域也正是卢姆共和国Side 5所在的位置，也就是卡斯巴尔还没顶替夏亚之前所在的地方。此时，卡斯巴尔的妹妹阿尔黛西亚已经成为一名医护人员，其所就职的医院就在卢姆共和国的首都米兰达。自吉翁发动不列颠作战计划之后，卢姆共和国国内吉翁派和反吉翁派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阶段，整个首都米兰达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当中，局面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来自吉翁谍报部门的塔契中尉找到了阿尔黛西亚。之前他曾经帮助过卡斯巴尔和阿尔黛西亚成功逃离吉翁，现在他特意来到卢姆，向阿尔黛西亚传达了关于夏亚的重要信息。虽然没有直接明示夏亚就是卡斯巴尔，但让阿尔黛西亚多年对那场事故的疑惑开始有了答案。之后塔契中尉因不能久留，没有过多解释，便匆匆离去。而随着联邦与吉翁之间决战的临近，卢姆共和国做出了选择，与吉翁公国对立，于是将国内的吉翁派进行遣返，形势对在卢姆的吉翁居民造成了重大冲击，包括阿尔黛西亚和原夏亚的父母同样也受到了巨大影响，使得原夏亚的父母被迫选择离开了卢姆共和国，而阿尔黛西亚为了照顾突然病重的养父，留在了卢姆共和国的德克萨斯殖民星没有离去。然而德克萨斯殖民星的形势也开始愈加的恶化，一大群反吉翁的暴徒袭击了吉翁居民的定居点，情况显得十分的危急。好在阿尔黛西亚迅速组织起其他吉翁居民一起反击，成功给予了这伙暴徒沉重的打击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卢姆的宇宙港突然遭到了吉翁的袭击，这场袭击还波及到了原夏亚父母搭乘的飞船，结果很不幸，最终双双殒命。而发动袭击的正好是顶替夏亚的卡斯巴尔，虽然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执行作战任务，但依然十分挂念自己的妹妹阿尔黛西亚，所以在返回之前还特意去了旁边阿尔黛西亚所在的德克萨斯殖民星。就在他向下望去的那一刻，刚经历养父突然病亡的阿尔黛西亚也看到了卡斯巴尔驾驶的机体，在他追过去没多久，卡斯巴尔便启动机体迅速离去。虽然没有直接见面，但阿尔黛西亚的内心已经比较确信，这架驾驶红色机动战士的人就是他的哥哥卡斯巴尔。但是卡斯巴尔已经远去，而在另一边，影响他个人命运历史进程的大战役卢姆会战正在迎接夏亚的到来。